阿姨。唱第二次还是一样破。进去。好，阿西进来吧。要干嘛？我们要在里面拍片哎。现在还没，你看我。不要机器啦。好，你跟大家介绍我们家。OK。虽然我们已经搬进来超过3个月了，现在终于要开箱我们家。前阵子太忙了。啊，前阵子真的太忙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3个月都陆续有在整理家里的各个地方，然后到最近就是终于大致上都弄好了这样。原本就想说可以一次都先弄好，然后再来介绍我们家给大家。看过我们之前影片的观众就会知道，我们的前一个房子是租的，租约中间屋主就说想要买，反正也间接促成了我们提早了买房的这个过程这样。我们是在7月底的时候买到这个房子的。不要丢进去啦！啊！弟弟的床。锁骨爆裂。我们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买到这个房子，然后在10月中的时候搬进来的。反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就是有4个房间，然后1个车库，然后1个客厅加餐厅，然后是没有2厅的。我们之前前一个家有2厅，但是这个家没有这样。好，那就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主卧，跟前一个房子一样，主卧就是在门口一进来的左边第一间，所以这边就是对外面的窗户，然后这边就是原本应该要是我们睡的床。但是因为最近他们2个各自就是都练习睡他们的房间，所以我们的床就移去客房了。所以现在弟弟其实是自己睡。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客房的床垫。然后那个小朋友在那边很夸张，太闹了吧！我们录上一集的那个开箱的时候没有弟弟，然后黄琪去上学。对。上一集很安静、很平顺的录完。OK， 所以接下来30分钟大概就是这么吵。我们今天不容易。原本我们的设计呢，就是我们2个的工作桌都在这里，然后我们的床在这里，然后弟弟之后会搬去他的房间，所以现在算是一个过渡期，就是这一间就变成只有弟弟在睡觉，然后我们的工作都不在这里做，因为弟弟在这里睡觉。进来的话呢，这边就是更衣间，它又是一个开放式的更衣间。就是如大家所见，然后目前我们就是先把尿布台放在这里，觉得放在厕所旁边还蛮方便的。就是直接洗完直接抓过来。对，洗完直接抓过来保养这样。你跳吧，预备，开始。对，这间就是我们全家人洗澡的地方，所以有大家的浴巾。就是这样。没什么好介绍的。妈妈，那个床垫其实不是拿来吊的。因为之前住的房子是比较新的，然后像这个房子其实大概是15年的房子。15年。然后像是这种房子，他们就会有这种以前在学校里面会有的百叶窗。对，它还是木质的。其实还蛮有 feel 的。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房子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元素是用木头的，我就觉得还蛮日系，还蛮有趣的。对，虽然这个百叶窗就是重看不重用。好厉害，厉害。好，我们走了。好，我们要去下一间了，阿星。对。好，然后接下来呢，过来这边右边第一间就是车库，车库就是这样子，是可以停2台车啦，但是会很挤，所以我们就是只有1台车。对，然后就是放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这样。对，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阿西，你来看，阿西在哪里？就是我们家的这走廊还蛮长的，然后它当初其实是有点空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可以在这边放一点。对，因为它够宽，所以就可以放一些装饰的元素这样。然后暂停，我觉得不行。OK， 解决一点突发状况。哦，好累哦。然后这边呢，就是有我们的非常有才华的观众画给我们家，画我们家的画。然后，等一下，这样有办法吧？没有办法。爸爸什么？没有，等一下我们讲话的时候就请你们不要讲话，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就我之前我们影片有说，我们有买了一颗柠檬跟一颗玫瑰，因为这2个是我小时候我妈妈有在我们家买的2棵树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跟观众去野餐的时候，观众就送我们的一个小惊喜。而且你看这个超精致的，大家有发现这个是什么吗？就是这个。不得了，而且它真的超级用心的。这个花盆就是也是我们家的花盆，是我从台湾带来的，然后才用了一次。我在换水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把它打破了，它就有一个裂痕。品质堪忧，它就只能放干燥花了。哦，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们我们家的家庭帽，就是这个花色这样。然后后来又给他订了另外一幅画。对，然后因为就是我妈不在了嘛。但是我们就想说，透过插画，就是可以把我们家的成员，就是大家都拼在一起。然后，所以画的这个就是我娘家的餐桌，就是我们很常会在这餐桌上面吃东西。然后，所以就我妈、我爸、达西，还有我妈最喜欢的百合花。而且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达西还在这边吃菜。但是现实中的达西是不吃青菜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妈，因为我妈以前很喜欢画画，所以我就从台湾带了一幅来。那这个照片墙的对面呢，就是我们家的客房。原本设计是客房啦，但是现在变成我们睡觉的地方，还有他工作的地方。这间的采光就是很好，因为有落地窗，好的不得了，眼睛很刺，有点太亮，而且有点太热。那外面还有做一个平台，就是你可以出去，或者是你可以在旁边放个椅子啊，什么桌子，这还蛮惬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客人来，然后住这一间，他们就是又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独立出入口到外面，还蛮不错的这样。对，就很适合当客房。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房间走完。这间呢就是吸尘器跟洗地机的家。OK。好，其实这是弟弟的房间，但是因为弟弟现在就是他的东西就是都在我们主卧室嘛，所以他目前还没有搬来。这间目前还没有住人。然后呢，再过来的话呢，这边就是储藏柜。储藏柜呢，我目前的规划就是这边是书嘛，这边是我的各种手做的材料，然后下面这边是卫生纸，下面是一些杂物，然后这边呢，我们有个非常得意的一个小小改造。就其实这个房子啊，我们那时候选的时候就是想说尽量选不用额外花太多钱去改装的，对，所以我们最终呢，其实我们只换了地板跟加装了几个插座，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那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这样，非常天才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格子是可以收纳我们各种摄影器材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突然想到可以在这个里面加装一个插座，这样就是这些电器都可以在这里面充电，我们觉得非常方便。然后这边就是工具区，下面也是放一些杂物之类的。然后呢，这边这一间呢就是我们的洗衣房。我那时候我也很喜欢这间洗衣房，就是因为跟我们前一个家比起来，我们前一个家的洗衣房真的太小了，就是烘衣机还要叠在洗衣机上面的那种。然后，但我就觉得其实洗衣房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说，其实我们一天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就是它的使用率是很高的。比厕所还常进来。这间就是够宽敞，然后洗手槽够大，然后又有可以一些收纳空间啊什么的，就是很赞。然后这边呢就是客人用的厕所。我忘记介绍我们的免治马桶了。这间厕所呢，对我来说就是唯一的亮点呢，就是这个卫生纸卷。但是对这位先生来说，他的唯一的亮点呢，就是他用心安装的免治马桶，这是他的生活品质唯一指标。有免治马桶就是有生活品质。毕竟一天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主要是你啦，我们其他人都是没有。哦，对，那个也是我们在另外请电工加装的插座。就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家必须有免治马桶。不是我们，是你。我们家必须有免治马桶，所以就请电工特别装了这个插座。对，这就是客人的厕所。免治马桶 Amazon 买的。然后这间呢就是达西的厕所，这间就是客人的浴室，然后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浴缸，主要都是达西在这边上厕所。达西这几天肚子不太舒服。这个其实也还蛮宽敞的这里，而且我觉得这间房子它本身它的内装的色调是我们还蛮喜欢的，就是像它的柜子啊，然后它的那个像是说这种瓷砖的地板这种颜色，然后房子外观的颜色啦也都是我们喜欢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到阿西的房间。阿西要去看你房间了。好，棉被没折，阿西刚睡午觉，棉被没折。
那这间呢就是阿西的房间，这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2个现在要睡在中间客房了，因为现在阿西跟弟弟是在这个房子的两端，然后我们在中间，所以如果他们谁哭的话，我们就可以各自去安抚他们这样。对，然后他们最不会彼此吵到。对，就是如果阿西的哭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半路拦截他。然后阿西的房间这边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后院。我觉得这间是这个家最棒的房间。对。得意呀、得意。然后最后就来到我们家最大的一个空间，也是最主要的空间，就是客厅、餐厅跟厨房。然后那时候我们在选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有几个考量嘛，因为我们前一个是租的，那时候我们租的时候原本是预计想说住个2年左右，然后试试看哪样子的格局或是房型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从上一个房子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其实不想要有2厅，就是我们不想要有分出来第2个多功能的这种空间，但是我们会想要就是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客厅跟餐厅的一个大空间，因为我们就发现就是如果有2个空间的话，我们把小孩的游戏区安排在那个多功能区的时候，最后都是小孩要拉着我们其中1个人去那边陪他们玩，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现在小孩的这个他们年龄的需求，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大厅就好，然后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游戏区，然后这边就是客厅。我觉得有一个很多人来我们家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客厅就可以蛮宽敞的，因为你不需要留空间，就是给看电视的那个局。对，然后这个就是之前同一个沙发、同一个地毯。基本上我们的家具都是从前一个地方搬过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添购别的东西。你要跟大家介绍是不是？我跟大家介绍你的玩具区。这玩具区就是用这个攀爬架来隔开，然后有一个这个地垫这样，所以它相对位置大概就是长这样。所以现在弟弟他就是会自己在这一区玩，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洗碗啊或者煮菜，他就可以蛮稳定的。有时候他们2个也可以自己在这个地方玩，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煮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收东西这样。然后后面这边就是我们家的餐厅区，一样的餐桌椅，一样的餐桌椅，一样的餐椅。发心了。最后呢，这就是我们家的厨房。那时候有几个考量，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想要2厅，然后一个就是想要厨房可以大一点，不用到很大，但是我们前一个家的厨房真的太小了。就是我们2个人在里边做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闪来闪去的。对，然后而且还有就是台面，我们希望可以大一点。但以澳洲的很多家庭来说，其实不算很大，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厨房的用具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也够用。这边就是有瓦斯炉，然后平台就是可以放一些家电啊什么的，然后这个琉璃台这样也算够用，但我觉得很满意的就是它的这中间的这个距离。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家会招待一些朋友啊来玩，就是来吃饭或什么。平常就是我们2个在这里的时候，就绝对是很宽敞嘛。可是有时候到3个、4个人的时候，同时在这个地方处理各种事情，其实也还好。就我觉得这整间房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唯一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厨房的这个储藏柜不是那么方便。就是它刚好是卡在这个有点尴尬的角落，然后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你的人进去拿的。以收纳的容量对我们来说是 OK 的，只是我觉得是因为它刚好在这个角度的关系，所以会觉得有点卡。使用性来说没有那么顺，对，因为但我现在好像蛮习惯的了。对，是蛮习惯的，但就是我会说唯一小美中不足啦，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改的话，我是会想要改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后院。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后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草地都是铺假草，这就跟我们前一个家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前一个家就想说试试看养真草坪是什么感觉，就觉得还蛮梦幻的。但事实上就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整理。最后我们就觉得，它已经铺假草了，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比较容易、比较轻松可以维持。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栈板的平台，它原本是有一个这种转，然后它可以延伸的一个遮阳棚。就是因为墨尔本的风还蛮大，所以它现在就有点坏掉。我们就之后就有考虑看要不要做比较像是永久式的那种，但再说。那边呢就是工具储藏间，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家爸爸最近的心血之作。像这个大家原本看到这个绿色这样子一球一球的，这个就是他原本种的，但是他就是有帮他把它稍微塑形，让它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这边开始我们第一颗种的就是一颗尤加利。
我们长期的目标就是他们越长越大，然后我们之后就把这树灭了。我们就想要有几棵比较有季节感的树，所以我们就李树，门口有樱花树，旁边有枫树这样。这边就是我们就想说可以有一个比较矮一点的，叫灌木吗之类的这种树，但它现在就是还有点看不懂它是长得什么样子。你没发现它开花了吗？有，我发现了。然后这棵就是柠檬树，它现在叶子也整个蹦出来了。然后这边又有一棵尤加利，跟刚刚是同一棵。然后这里就是枫树，半死不活的，没有啦。就是我们买它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它的生长季节了。等到今年底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有漂亮的枫叶可以看。然后这边又是4颗尤加利，但是不同叶子形状的。对，然后 ChatGPT 说这个是矮化过的尤加利，所以它其实是长不高的，就不像刚刚那2个，它们是会长。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是那个小灌木这样子。然后最后这边就是我喜欢的鸡蛋花，客房这边是落地窗嘛，我就想要落地窗这边可以看出来比较有一点度假感的植物这样，所以就在这边种了鸡蛋花。然后这边的话就会直接这个门就会接到我们家的车库门。对，这样就是把家里绕了一圈。一群小孩来家里玩的时候，他们把这个门打开，然后客厅那个门打开，他们就是可以在这边这样子跑操场的感觉。这就是非常克难的跟大家介绍完我们家，介绍到满头大汗的。那就来回答一下大家常见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家的房子的区域呢，就是在墨尔本的西边，房价当然就没有东边那么高。当初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建议我们说可以买在什么 Glenwaverley 啊那种区域之类的，就是东边的，对。大家去查一下，那边的房子在我们这边可以买2栋，差不多是这个价钱。那就回答完大家的对于价钱的疑问了。哦，我们家这一区那时候我查的房子的中位数呢是75万澳币。大家去查 Glenwaverley 这个地方，看一下他们中位数多少。但我们考虑西边，就是刚开始很主要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啦，但是现在也主要是因为房价的关系。但我们也蛮习惯这边的生活的。我们家的地坪大概是460平方米左右，跟我们前一个租的房子的地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房子的平面是大一点的，这样。因为它的后院小了一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找房就是在 Real Estate 这个网站上面找的，然后就是看到有兴趣的就是去看房子。那时候找租屋的就看了10几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在看买房的时候，一方面要带着2个小孩看房，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在网络上面做完功课。我今天突然都语言大爆发，除非真的很有兴趣的，我们才去看这样。然后反正也蛮幸运的，就是我们没看几间就看到这一间了，就也觉得它真的很符合我们家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就下手了这样。那像西边这边的话，就比较多是靠出价来谈的，就是你看完之后呢，然后你就出一个价给中介，然后中介就会把这几个大家出的价，然后交给屋主，然后屋主再决定他要卖给屋主再决定他要卖给谁这样。那当然中间还会有一些协商的过程啦。那我们那时候参考了几个点，第一个当然就是网络上面预估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嘛。那当然屋主他都是会开得比较高，因为希望可以卖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上架了多久还没有被卖出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评估我们要花多少成本来整修这个房子。对，那还有第4个的话，就是他们这边在你出价之前，你可以请人家来做一个那个就是验屋。对，你可以在出价之前或是出价之后找都可以。那验屋的人就会把这整个房子的你所看得到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会仔细的检查过一遍，你就可以去评估说这个房子你如果买了之后，你需要花多少的额外的钱去把它弄到你想要的状态。反正总之最后我们就是评估了之后，我们就出了一个价，然后屋主呢他就又减了一点，然后又要我们再升一点，反正就这样来回，然后最后讲定了一个价钱，然后就成交了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蛮相信我们自己的手作能力的，还有我们自己的直觉吧。对，所以就是进来之后就觉得感觉对了。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自己整理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可以。然后目前新家住在这里3个月了，目前觉得开心，非常满意，觉得这个房子整体都很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然后就也会觉得可以想象我们在这里，然后长期生活的样子。等到他们一18岁就把它
就把他们房间租出去，租给他们。哎，对，大概就是这样咯。这是一集那个拖了很久的一集，就是一直在心里想说要拍，但是一直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拍。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候。那如果大家还对于我们家什么部分有兴趣的话，之前是有一些观众会问一些我们家的东西是在哪里买的啊，或者什么的，资讯量有点大，所以没有放在这个影片。但是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什么主题的家里的用品之类的，可以在留言跟我们讲。那就这样啦，再见，拜拜。你要拜拜吗？拜拜，拜拜，拜拜。不要。消失在画面。然后。